中国财政危机彻底爆发了。深圳这个曾经被誉为经济奇迹的城市，如今也扛不住了。2024年，深圳财政收入24年来首次下滑，降幅高达 4.8%， 税收骤减超200亿，连自来水价格都要涨 13.05%。这哪里是政策调整，分明是政府穷得揭不开锅，拿老百姓开刀的最后一招。网友直呼真缺钱了。更讽刺的是，深圳发改委还要装模作样的开个听证会，结果呢？肯定是不同意的举手，没有。这出戏码真是既可笑又可悲。深圳发改最近公告，自来水综合价格将从 3.449 元每立方米涨到 3.8991 元每立方米，涨幅 13.05%。听证会定在4月11日举行，可谁不知道这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。网友们炸开了锅，深圳这种发达城市都开始涨水费了，财政到底有多惨？还有人冷嘲热讽听证会，就是喊你去点头同意涨价，别挣扎了，反正没得选。这场景似曾相识。2024年5月，广州也玩了这么一出听证会。当时官方抛出2个涨价方案，让市民代表2选1。一个是居民水费涨 31.3%， 企业涨幅小；一个是反过来。结果呢？17个普通市民齐刷刷选了前者，居民水费直接暴涨30%。官方随后厚着脸皮宣称市民支持涨价，引发网络一片骂声。大 V 纷纷开炮，写出广州水费涨价是老百姓的强烈要求之类的讽刺文章，痛斥这赤裸裸的演戏。深圳这次涨水费，摆明了是步广州后尘。13%的涨幅看似不大，但对普通家庭来说，水费、电费、燃气费样样涨，日子还怎么过？有网友算了笔账，一个3口之家每月用水30立方米，水费从103元涨到117元，一年多掏168元。别小看这168元，对低收入群体来说，可能就是1周的菜钱。更别提那些小商贩、小饭馆，成本一涨，利润薄得像纸，随时可能关门大吉。深圳的惨状还不止于此。2月25日，深圳市财政局向人大提交的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5年预算草案报告暴露了真相。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914.2 亿元，同比下降 4.8%， 比预期低了 5.8个百分点。这是自1990年以来深圳财政收入第2次负增长，上一次还是34年前。具体来看，税收收入是重灾区。2024年深圳税收收入 3265.1 亿元，占总收入 83.4%， 却比前一年少了 202.4 亿元。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3大税种分别占 39.4%、21.6% 和 15.7%， 合计占比 76.7%， 但全都扛不住经济下行的压力。据搜狐城市报道，2024年1至11月，深圳固定资产投资仅增 2.1%， 房地产开发投资却暴跌 12.5%，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高达 30.1%， 亏损额488亿元，同比激增 18.4%。 这数据触目惊心。深圳曾经的中国硅谷，如今企业倒闭，工厂停工，税收自然跟着崩盘。网友感叹，连深圳都这样了，其他城市还不得更惨？果不其然，全国范围内，上海、苏州、武汉、南京等10座大城市税收收入集体下滑，只能靠罚款、卖地这类非税收入硬撑门面。深圳的危机只是冰山一角。中国财政部数据暴露了全国的窘境。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.97 万亿元，同比增长仅 1.3%，
远低于2023年的 6.4%。其中，税收入 17.5 万亿元，占 79.1%，却同比下跌 3.4%；非税收入 4.47 万亿元，暴涨 25.4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政府没钱了，只能靠乱罚款、卖资源来续命。看看其他城市的数据，更让人胆寒。武汉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67.3 亿元，增 4.1%， 但税收收入 1223.6 亿元，跌 5.8%； 非税收入 443.7 亿元，却猛增 46.5%。天津罚没收入 71.3 亿元，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232.9 亿元，分别涨 49% 和 26%。重庆罚没收入 72.4 亿元，国有资源收入 761.4 亿元，分别涨 26% 和 23%。一位经济学者一针见血，土地卖不动了，地方政府没辙，只能靠罚款捞钱，立马就能变现。另一位经济学家更直白，历朝历代，越到末期越没钱，正经税收不够，就开始乱罚款。这不就是历史重演吗？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暴跌 16%， 地方政府过去靠卖地撑经济的日子一去不复返。如今罚款成了救命稻草，但这根稻草能撑多久？企业被罚得喘不过气，信心早已崩塌，经济只会雪上加霜。深圳的财政危机直接威胁到无数小微企业。据深圳市中小企业协会统计，深圳现有中小微企业超过200万家，直接带动就业人口超800万。但2024年经济下行，30.1% 的规上工业企业亏损，中小企业处境更惨。假设 30% 的中小企业撑不下去，那就是60万家企业面临倒闭，至少200万人可能丢饭碗。以餐饮业为例，水费涨 13%， 电费涨，燃气费涨，再加上原材料成本上升，一个小饭馆每月成本可能增加数千元，利润本来就薄得可怜，如今再被压榨，关门是迟早的事。网友哭诉，开个小店本来就赚不了几个钱，现在水电都涨价，干脆关门算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失业潮一旦爆发，社会稳定怎么办？200万人没工作，房贷车贷还不下，消费一缩再缩，经济只会陷入恶性循环。深圳街头已经开始有人摆摊卖二手货，曾经灯火通明的高楼，如今不少窗户黑漆漆一片。面对财政危机，深圳也不是没想过办法，比如涨水费、加罚款，甚至学广州搞听证会，但这些招数治标不治本。有人说涨价能收几个钱？不过是杯水车薪。还有人挖苦罚款倒是快，可罚的企业都跑了，政府以后罚谁去？更可笑的是，官方还信誓旦旦地说涨价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，这话谁信啊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中国 GDP 增长 5%， 但老百姓普遍抱怨生活水平下降。工业和出口赚了钱，可地方政府债务高企，钱根本到不了百姓兜里。如今再涨水费，不过是把最后一滴血从老百姓身上榨出来罢了。深圳的财政滑坡只是中国经济危机的缩影。全国税收跌 3.4%， 土地收入跌 16%， 企业亏损面扩大，这一切都在敲响警钟。中国高层喊着积极财政政策，可钱从哪来？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财政支出增长 3.6%， 比2023年的 5.4% 还低，根本填不上窟窿。更扎心的是，外贸压力山大。2024财年，美国通过小额免税政策进口货物14亿件，其中中国电商包裹占大头。如今，特朗普取消$800免税额，
中国跨境电商将损失数百亿美元出口额，60万商家可能因此破产。回看历史，深圳从一个渔村崛起为国际大都市，靠的是改革开放和政策红利。可如今红利吃尽，危机四伏，水费涨13%只是开始，电费、燃气费、公交费哪样不会涨？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苦，政府的钱包越来越瘪，这场危机怕是要把中国经济拖入深渊。网友绝望地写道：深圳都这样了，中国还有希望吗？是啊，当经济奇迹都开始哭穷，当听证会变成涨价的遮羞布，当60万商家命悬一线，中国经济的好日子怕是真的到头了。寒冬已至，谁能扛过去，谁又会被埋葬在这场风暴里？拭目以待吧。